第三个是 it is，it is that 主语从句，不要激动嘛 ，it that all 主语从句。主语从句，主语从句从谁开始？答，从 that 开始，到哪结束？答，到句末结束，是不是第二种情况嘛？从 that 到句末结束。谓语是被动啊 ，is agreed 呀。谓语是 is agreed 是主谓结构呀，主语是由 that 这个从句来充当主语的呀。这个从句怎么那么长？刘老师让我们看看。好，咱们来看看这个主语从句为什么那么长。来看 ，a person of high intelligence is one。你应该明显觉得这个主语从句的谓语是 is， 主语是 a person， 谓语是 is， 表语是 one， 所以主语从句是个主系表结构。主语是 a person of high intelligence 这个小定语在修饰 person，one 的后面是定语，这个定语从 who 开始到谁结束呢？咱们读一下 ，Who can grasp ideas readily, make distinctions, reason logically, and 怎么那么长？我再读一遍。Who can grasp ideas readily, make distinctions, reason logically, and make use of verbal and mathematical symbols in solving problems？ 你能不能看出这个定语从句不是一个而是几个 ？Who can grasp ideas readily, make distinctions, reason logically, and make？ 这是有 who 并列的4个定语从句，在后3个定语从句前面都省略了 who can。Who can grasp ideas readily? Who can make distinctions? Who can reason logically? And who can make use of？ 这是有按的并列的4个定语从句，共同修饰 who。所以定语咱们先不看，那这个主语从句就很简单了，就是 that a person is one。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定语，该多么完美啊！就是 that。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a person is one。讲完了。但是有人定语好长，没关系，定语不影响我们翻译，因为定语虽然很长，但它是4个并列的从句，都很短。咱们把4个翻译完加到一起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来，1、2、3，普遍都认为，那不就是显而易见呗？显而易见，一个什么人？高 ，intelligent 什么意思？智商。一个高智商的人是一个。4个并列的定语从句就是一个高智商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叫4个定语从句的排比，非常好听，对吗？来，咱们看看吧，一个高智商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咱们把4个都读完，看看你是不是个高智商的人，来判断一下自己，好吧？智商测试的时刻来临了啊！一个高智商的是一个能够 grasp ideas readily，grasp 什么意思？抓住想法。Readily 什么意思？你不用反正有准备的，反正轻易的、容易的，是不是有准备的就是轻易的、容易的？但是反正抓住思想也很搞笑呀！我正在骂你，你来抓我的思想，快抓，快抓，快抓！理解思想更好听，对不对？好，一个高智商的人是一个能够轻易的理解思想的人。你是个高智商的人吗？今天你来我家做客，都玩到夜里12点半了。我说同学，我该睡觉了，明天我还有课呢。就刘老师，你睡吧，我自己玩，一会儿我帮你家锁上门都行了。明显低智商，是不是对吗？是一个能够轻易的理解思想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能够 make distinction 的，做出辨别的人。distinction 你不熟的，它的动词你很熟呀，这叫 distinguish， 区别辨别，是一个能够做出辨别的人。你连网上的虚假信息都辨别不清，你怎么能是个聪明的人呢？是吗？是一个能够做出辨别的人。是一个能够进行 who can reason logically，who can reason 一定是个动词，为什么？因为情态动词 can 后面怎么能跟一个名词呢？这个单词当名词讲是原因，当动词讲就一个意思，推理。是一个能够进行逻辑推理的人，是一个能够使用 make use of 就完全等于 use， 是一个能够使用verbal。语言上的文字，语言上非语言的能够使用语言的和数学的符号，能够使用语言和数学的符号来解决问题的人。对，语言上的非文字的 verbal。好，1、2、3，上一次我还没读完，刘二别读了，我肯定是个低智商的人，我这一条都没跟我有关系。好，咱们读一下哈，来1、2、3。
显而易见，一个高智商的人是一个能够轻易的理解思想的人，是一个能够做出辨别的人，是一个能进行逻辑推理的人，并且还是一个能够使用语言和数学的符号来解决问题的人。你是不是觉得你不是高智商？同学们，我告诉你，这一辈子高智商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你听我说，一定很悲惨。你怎么知道？犹太人就很悲惨。你怎么知道？书上写的呀。我们考研英语完形填空，2008年的完形填空和2009年连续2年讲了2篇文章，是同一个中心。人不要太聪明，谁聪明谁容易早死。对，笨点还能寿命更长，越聪明死得越早。他举了欧洲有个中欧有个民族叫犹太人，他举了很多果蝇的实验，就是那些反应非常灵敏的、非常聪明的果蝇，寿命也很短，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聪明太聪明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你的智商没有那么高不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好事。智商不要太高是一件好事。那刘老师，那我就单词怪不得记不住。同学们，我今天跟你说一句话，你告诉我考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聪明，是勤奋，还是方法，还是动机，还是坚持，还是心态？哇塞，太多了，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谁？最重要的是谁，刘老师？最重要的是心态。别一会儿气的一道题做错哭了2天。我女儿跟我一样高，上6年级，每次一生就在地上打滚，跟我一样高，1.65米，胖比我胖了10几斤，一生就在地儿。我跟她说她要考剑桥，我说你修路你都考不上，还剑桥呢？还心态绝对最重要，不要一会儿生气一会儿烦躁的不行，平和很重要，朋友们。心态重要了以后，告诉我第2重要的是谁？就是努力呗，肯定是努力。你说错了，努力一定没那么重要，因为当方法错了，一切努力都白搭。所以很多学生为什么背单词白等记不住？方法错了，孩子，听我讲单词吧，还有趣还能记住。你为什么非得白等你记不住呀嘛？心态第一得谁第2位？绝对方法第2。所以你在学长难句的时候也行，背单词也行，做阅读也行，都要想我的方法对了没有？方法对了，再拼命往前，像疯狗一样奔跑。如果方法都没对，你奔跑个猪头啊！北京往北走，你使劲往南奔，越奔越远。方法正确了，什么很重要了？是勤奋还是坚持？一定不是勤奋，为什么？因为勤奋是有限的时间内，你可以一天学习10个小时，你能连续200天每天学10个小时，并且效率很高吗？不是你不能，是人都不能。所以是什么？绝对坚持第3位。什么叫坚持？不是每天都要学很久，但是我坚持在学，我从不曾放弃，我也没说过要放弃。刘老师，我今天心情好，效率高，我都学7、8个小时。哎呀，今天早晨起来特别烦躁，哎呀，就少学会儿吧，学2个多小时，一会儿出去操场打会儿球去吧，是吗？对，但是你的心一直往前在走，你没有停止过。我在我们小区，我跑步是我们小区出了名的人，他们很多人都比我跑得快，啊，一会儿这个人超过我，一会儿那个人超过我，但是跑得长的一直在跑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成为我对手的人，我们小区我还没发现呢。坚持，最后才是勤奋。对了，坚持着学，勤奋，尽量多学一点。如果今天状态不好，也可以不学，但是你的心一直在往那个地方走，不忘初心。当你2天3天没学习，当你特别烦躁，你要知道你要是干嘛的。所以勤奋是最不重要的。如果勤奋最重要，不需要动脑子，那我爸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的首富。每天早晨不到5点钟起来去盖房子，每天晚上回到家有夜里1、2点钟。好，坚持。所以做什么事千万不要浅尝辄止。一碰到考研刚开始好好玩，我也报考研班，好好玩，学着好难呀，这长难就不学了，学不会，放弃了。等你记住，坚持很重要。心态方法只要确定好以后，下面考的就是坚持。同学们，我真的，我说句话呢，一定不要浅尝辄止。我老公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们俩当时确定有一个人要考，一个人考博，一个人工作。我的挣钱能力比较强的还是，所以最后确定是我去工作，他去考博。也找到导师了，呀，费了好多的劲干。哎呀，最后找到导师了，导师也同意要他了，说你就好好的学吧。后来回去好好学习去了。因为考博是3月份考，我跟我老公就过年没见面，因为他回他家过年，我回我家过年呀。那时候还是男朋友呢，还没结婚的。结果一开了学以后，
我发现他都不学了，年前学的可用功了，每天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就害怕耽误你考博了。年后每天跟他看电影，笑跟猪头一样。我开始觉得他是不是就是只是学累了放松一下，但是我发现每天都在打游戏，要么就看电影。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考博还考不考？你也不能问人家呀，是吧？你不能质问人家，我就说你的考博还考不考？他就说不考了，考博有什么呀？考上又怎么了？就进学校这个副教授怎么了？一个月不也多不了2000块钱，还不如现实挣钱为主呢。我一想也是，不考就不考了呗。所以考博他应该努力了大概有3个来月，放弃了。然后我们俩来到了重庆，他在重庆一个高校当计算机老师，我在重庆新东方当考研英语老师。同学们，你知道我们有多累吗？所以新东方现在的老师我不知道有多累，因为我离开他已经将近10年了。我们以前就是每天有4节课，1节课是2个小时，可不在不同的地方上哟。这节课在解放碑，下节课在南平。我的天，下节课南平，下节课在沙坪坝。他们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就每个地方坐公交都要赶1个多小时。啊，你怎么不买车？那时候哪有车呀？打车都是公交车，地铁都没有。重庆当时以前。哦，是不是暴露我年龄很大了？也是。就我拼命的工作，我只要一回到家，因为他是大学老师，他几乎没有什么事可干，每天都在打游戏，每天翘着腿看电影，笑跟猪头一样。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得有点事儿干呀，咱们不能这么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呀。”我回来累得跟猪头，你看着他每天啥都不干，你说你烦不烦？最后他说：“我也发现没有梦想的人是可耻的，你让我想想干什么事儿呗。”想了半年，最后干了一件事儿。我跟你说，你信吗？学日语，学日语。我现在说的你信吗？学日语，自学日语，自学日语。我跟他说你报个班呗，不用报，自学都能学会。那马克思都能学会，我也能学会。你跟马克思比什么呀？马克思你能比过吗？就自己学呀。每天早上不到最多5点半都得起来。哇他西哇他那卡台斯，哇他西哇他那，背学日语。我后来跟他说你别学了，他说我要学。你想在重庆这种地方，日企本来就少，会计算机的还会日语的人特别少。我要学好了，我一想也是，啥也不要求他干了，刷碗做饭什么都是我的事，他就学日语啊，每天学呀，学的应该绝对不到半年。突然间有一天早晨，我也不知道哪一天开始不学的，我听不到哇他西哇了。我说耶，你怎么不学了？他说他想通了，其实在重庆的日企也没那么多，学好日语也没什么用，白学了，是不是？我一听也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有新的梦想，因为他说没有梦想的人是可耻的。我说你的梦想是干嘛？你猜干嘛？你在一个学计算机，你猜他干嘛？梦想干嘛？考司法考试。他们以前的司法考试，非法律专业是允许考的，考司法考试，买了好多书，好多光盘。我跟他说，你就看我的老书都行。那法条变那么多，那法律变那么多，看你的跟现在法律不一样怎么办？好，我行，学吧。学到该报名了，因为我们9月份考呀司法考试，都7月份了。我说，哎，不是该报名了吗？我看见那个重庆日报上说该报名了。他就说，哎呀，这个司法考试1年肯定考不过，等到明年再考，今年先不报了吧，浪费200块钱，你看吃2顿火锅了都，是不是？我一听也是，考不过报它干嘛呢？应该不到9月份他就再也没学过任何司法考试东西，再也没学过。那些书从此高悬于楼阁之上。现在我们家还有日语的书，你可以看一下。好，司法考试准备的应该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吧，结束了。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哎，他发现别人有一个行当特别好。我的同学告诉我，有我们学法律的还有一个考试叫做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哦，学法律的应该听过的哈，就是写专利，帮别人写专利的。我老公说我要试试。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第1年绝对没考上，总共考了4年，第4年终于考过了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他从事这个行业从事应该有5到6年的时间，真的有。这是我老公坚持最长的一个梦想，5到6年，专利代理人帮别人写专利，每天忙的写到12点多、1点多。就从前年开始，我突然间发现，我说你怎么现在不写专利了？他就说专利不能一定是专职的，就是大学老师不能从事专利。他说他的专利证已经吊销了。我说没关系，你也可以帮别人写一点呀，挣点钱是点钱呀。他说那做一个案子写1个星期才能挣2000块钱，还不如你上课挣钱多。我挣钱多管你什么事儿？从此再也不写了。
去年暑假，同学们，我要骗你，我这个猪，你现在是不是家都有瞎编的？他有一个新的梦想，他就问我，你们数学老师有讲课特别好的老师吗？我说有。他说你说一个，我说比如李永乐讲的都很好。哎呀，我一定要打倒李永乐，还有谁讲的好？我一定要打倒，你说哪个数学老师讲的好？打掉谁，干掉谁？哇塞，他要成为中国数学界的第一人。开始买所有老师的书，就是考研数学老师，我老公都听过。你要问他哪个老师讲的好不好，他都知道；哪个地方讲的不好，他都知道。听的应该有2、3个月，哟，买菜都在听，都不跟我说话，拿着那个手听人家讲课。应该我7、8月份要出去上课，我9月份再回来的时候，我9月份不又回来了吗？他已经不听了。我说，哎，你怎么不听了？他说，哎呀，这个数学真的不是短期内可以背好的，需要看的书太多了。你看，还要带悠悠，还得给他做饭，我还得上大学课的，事儿多得很。我等到过了年，事儿不多了，我再好好学。这个事儿从此以后没了。你猜我老公现在干什么事？每天翘着腿看手机呀。你现在我给他打电话，只需要响一下，滴都在响，什么事也没弄。所以我跟你说，同学们，这就叫浅尝辄止，一辈子什么也做不了，一辈子什么也不会成功。整天说这大话，我没有做，我告诉你，我要再做什么事，我一定能成功。你那个，就这长难句你会讲吗？我告诉你，如果我讲，我一定讲得很好。说这话干嘛呀？自己做呗。所以我就想跟你说，他们人生这一辈子做什么事都会碰到难，你知道吗？我们最重要的是坚持。我们就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盐，困难不是用来躲避的，困难是用来征服的。征服困难的快乐，你永远想象不到。所以我老公永远不会享受这种快乐。今天我讲完课，我告诉你干什么事儿？把我老公的名字，一会儿我偷偷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在你们的床头写上他的名字，每天早上起来吐一口呸，再把我的名字写在床头，每天烧根香拜一下。我没做过什么事儿，我只会上课，但是这个事儿我会坚持到我死那一天。对了，你只要喜欢这个事情，并且深耕，早晚都得出人头地。我说的对不对，大兄弟？我老公呸！说完了。说完了，聪明不聪明对你考上研究生没有任何影响的人呐。好，讲了一句话，也不叫扯了一个段子，就告诉你坚持吧，同学们。好，继续来第4题。哎，见到 how 有引导词放在句首，来赶紧告诉从句后有没有被逗号隔开？刘老师有逗号，有 amount 的逗号，为了把逗号睁开眼行吗？激动什么呀，大兄弟？这逗号不是在并列3个名词吗？amount 逗号 reliability 逗号 and appropriateness， 这不是3个并列的名词吗？它跟隔开从句有个烂头关系呀，没关系，兄弟啊，别激动。哦，太激动了，李老师，那就是主语从句吧。好，主语从句，从句首开始 how 开始到哪结束？答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说过吧？第一种情况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第二种情况到句末结束。赶紧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吧，同学们。will be 不是，因为 will be 前面有个 how，validated by later depends， 哎 ，depends upon 也是个动词呀。那如果 will be 跟的是 how， 那 depends upon 就没有引导词了，所以 depends upon 是主句的谓语动词，所以主语从 how 到这结束。谓语是 depends upon， 宾语是由3个名词构成的 ，the amount, reliability and appropriateness。好啦，刘老师，我知道了 ，of the information used 的这个定语，所以你看前面是1个名词、2个名词、3个名词，3个名词后面加个定语，这是我们后期会讲的，对吧？名词加名词加名词加定语，定语定谁？定语定前面所有的名词，后期会讲，现在大概听懂都行了。啊，还有一个啊，刘老师，还有一个 and， 那 and 后面有省略吗？当你问出来这句话，我都很开心，同学们，好不好？and 后面有没有省略？我也不知道呀。我先把 and 前面翻译好呀。好，1、2、3只看 and 前是个什么结构？1、2、3，主谓宾结构。主语是有 how 引导的一个从句在做主语，谓语是 depends upon， 宾语是3个名词做宾语，后面跟了一个小定语。是不是你再看长难句已经不是一坨单词了，而是一个结构？特别好啊！继续来，那开始翻译呗，刘老师，先翻译主语从句呗。多么好的这些 predictions 认识吗？预言，这些预言将会多么好的被 validate， 你可能不认识，同学们，不认识没关系，这个单词 valid 我们很熟吧 ？valid 叫做什么东西？有效的。这个单词它动词叫 validate，validate 是 valid 的
动词。那 valid 是有效的、生效的。那 related 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是使生效、使有效。使生效、使有效什么意思吗？警察说我杀了人，我说我没杀，警察也不信。你使我说的话生效。说刘老师昨天一直在跟我玩，真的没去杀人，俺们俩一直跳双人舞，跳到一夜。我一直在拉着他的手，绝对没有他没时间去杀人。你使我生的话生效，你在为我干嘛？证明证实。所以 related 就完全等于 prove， 证明证实。连到一起就是这些预言将会被证明被谁？被以后的 performance 行为表现都可以。来1、2、3，这些预言将会是多么好的被以后的行为所证明。好难听啊，好难，多么好的被证明。怎么听？这些预言，同学们，我预言宇宙会大爆炸，我预言什么东西？我的预言被以后的行为在多什么被证明？不能是多么好的，多大程度上更好听。好，1、2、3，1、2、3，这些预言在多大程度上会被以后的行为所证明？这是被动。好，你听懂我的暗示你什么？这是被动。中国人一般不喜欢说被动，所以英语的被动中国人经常说成主动。那就是1、2、3，主动就是1、2、3开始。以后的行为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证明这些预言？再来一遍。以后的行为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证明这些预言？取决于数量。reliability， 今天上午刚见过 reliable， 可靠的 reliability 可靠性，取决于数量、可靠性和适合性。取决于谁的数量、可靠性和适合性呢？所使用的信息。所使用的信息是个定语，就是前面3个名词，那就是1、2、3，张嘴。取决于所使用的信息的数量、可靠性和适合性。好，按的前面这句话翻译的非常完美，重新来一遍，同学们，1、2、3。以后的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证明这些预言？取决于所使用的信息的数量、可靠性和适合性，并且，刘老师按的后面有省略吗？我不知道呀，我先读完呀，同学们。并且在什么之上 ？On the skill and wisdom， 在技巧和智慧之上，没读错吧，同学们 ？On the skill and wisdom， 在技巧和智慧之上。技巧和智慧是2个名词呀，后面跟了一个定语呀。什么样的技巧和智慧呢？它被解释的技巧和智慧，谁被解释？谁呀？所以我们需要找 it 所指代的内容，来一起找，同学们往前找，就近一致。我敢保证 it 指的一定不是 wisdom， 为什么？因为 skill and wisdom 是2个并列的名词。如果想用代词指代，不会用 it， 会用 they。哦，那就只能往前找了，往前找，就近还在这个名词单数信息，对吗？对不对？信息，你看名词单数用 it。来，在什么样的技巧和智慧之上呢？你不要翻译成信息被解释的技巧和智慧之上，信息被解释翻译成主动，解释信息的技巧和智慧之上，是吗？写成主动更好听。来，1、2、3，再重新来一遍，同学们啊！我只翻译后边，同学们。好，咱们一起翻译完吧，你听听有没有省略，好不好？好，就翻译成信息被解释吧。你要听着舒服，咱们就翻译成被动也行，好吧？1、2、3。以后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会证明这些预言，取决于所使用的信息的数量、可靠性和适合性，并且在这些信息被解释的技巧和智慧之上，肯定有省略，或者读着难受的很，肯定有省略。好，肯定有省略，省略了什么呢？咱们看看 and 后面有什么成分吧。and 后面有一个 on 介词，加 skill and wisdom 名词，加 with which 定语，所以 and 后面有个介词加名词加定语，所以 and 前不一定这3个成分都可以找得到，但是至少得找到一个。所以 and 前能找到一个介词来对应这个介词吗？能找到一个名词来对应这个名词吗？能找到一个定语来对应这个定语吗？好，不就是前面这句话吗？
How well the predictions will be validated by later performance depends upon the amount of reliability and appropriateness of。不用再读了，看找到什么了？找到了介词 upon 加名词，哦，还是3个名词呢。upon 介词加3个名词加定语，都找到了，所以你找到了介词加名词加定语。那你告诉我 upon 前面有什么？我没有，不就是省略的内容吗？ depends 呀。好，1、2、3，重新再说一遍。所以这根本都不是一句话，1、2、3，这是有按的并列的2句话。这是有按的并列的2句话。第一句话是主谓宾结构，第2句话的主语和第1句话的主语一致，所以第2句话的主语省略了。第2句话依然是主谓宾结构。你能看到一个框架了吗？主语是 how well 行邦当了吗？谓语是 depends on， 宾语是 the skill and wisdom， 后面依然跟了一个小定语。好，所以这是有按的并列的2个主谓宾结构。好，咱们一起再翻译完就应该是可以了吗？做好准备了啊。以后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会证明这些预言，取决于所使用的信息的数量、可靠性和适合性，并且加个字儿，加一个字儿，并且还取决于这些信息被解释的技巧和智慧，并且还取决于这些信息被解释的技巧和智慧。好，讲完了，你听得懂了吧？对了，就是2个主谓宾，第2个句子把主语和谓语都省略了，可以了吧？好，来第5题，看到了谁放在句首 ？Whether， 赶紧告诉后面有没有被逗号？都没逗号，刘老师。所以主语从句从 whether 开始到哪结束？答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赶紧帮我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在哪呢？Increase 肯定不是 ，increase 前面有 whether 吗？那是谁吗？然后 technology depends on。好，所以主语从 whether 开始到 versa 结束，谓语是 depends on， 宾语是 the issue， 后面跟了一个小定语。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主谓宾结构，主语 whether， 谓语是 depends on， 宾语是 the issue。这句话的难点在于主语很长。哇塞，就这个主语怎么那么长？刘老师，咱们读一下主语为什么那么长，好不好？好，来读一下。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financing of pure science at the expense of technology, or vice versa。刘老师说，分析长难句第一步找动词，还得找连词呢。刘老师，这不是个连词吗？哎呦，出来了，刘老师，主语是有 whether， 行邦当那么黑，哦，行当那么黑。主语是有 whether or 并列的2个成分共同充当主语，谓语是 depends on， 宾语是 the issue。同学们，你猜 o 的后面有没有省略？咱们猜一下好不好？你怎么猜一定会有省略？哎呀 ，whether 后面那么长 ，o 的后面就俩单词，刘老师肯定有省略。说对了 ，o 的后面一定有省略，省略了谁我也不知道。咱们先做呗。Whether or 充当主语，谓语是 depends on， 宾语是 the issue， 你听懂没有？你看到的不是一坨单词，而是一个结构，你听懂了没有？好，那先翻译第1个主语吧。先把 o 前面翻译好呀，我才知道 o 的后面省略了谁呀？是 whether or 翻译成是什么什么样子，还是什么什么样子走？政府是应该增加 the financing。finance 这个单词当名词讲我们都认识，翻译成财政金融。当动词讲翻译成什么意思呢？我决定财政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我们学校的校长决定为我们篮球队财政我们篮球队拨款给钱，对吗同学们？对了，政府是应该增加投入或拨款，增加对谁的投入呢？纯科学的投入。好，连到一起又就是政府是应该增加对纯科学的投入，以什么为代价？这是个固定搭配。
at the expense of 翻译成以什么什么为代价，以技术为代价。好，咱们只翻译 whether 后面 all 的前面1、2、3，1、2、3。政府是应该增加对纯科学的投入，以技术为代价。不好听，不好听。这个以技术为代价的位置放到这不好听，所以它这个状语我们后期会告诉你，状语要提前去翻译。你现在自己调整吧，我没讲。政府是应该增加对纯科学的投入，以技术为代价，应该放到前面，就是政府是应该，张嘴，政府是应该以技术为代价来增加对纯科学的投入，还是 vice versa？ 这时候肯定有省略，那省略了谁呢？我也不知道呀。我开始找成分的对应了。all 是个连词，我要确定 vice 是个什么词呀，做了什么成分啊？我要确定 versa 是个什么词，做了什么成分啊？都别虚伪，同学们，你知道 vice 是个什么词吗？形容词、名词、动词、副词。别装，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都不认识这个词儿。认识的同学憋住，因为这是个6级词汇，但是考研上它不是个考研词汇，是个超纲词。我明确告诉你 vice versa 是超纲词。versa 应该是个名词吧？动词，别猜啦，不要懵。你看，我们要找省略都是找成分的对应。all 的后面是个介词，对应前面一个介词 ；all 的后面是个名词，对应前面一个名词 ；all 的后面是个介词短语，对应前面一个介词短语。你现在问题是连 all 后面是个什么词性你都不知道呀？刘老师就是呀，但词性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对词性都不知道怎么办，大声说，没办法。那怎么找省略内容？没办法找呀。词性你都不知道怎么找，你没办法找。啊，别生气。咱们你想一下，出题人能出一道题，把这个单词出为超纲单词，让所有学生都不认识，他会让所有学生都做错吗？如果出一道题，老师的目的是让所有学生都做错，那你出鸡鸭一单词都可以了，所有同学都不认识。老师你在暗示我什么？我在暗示你，老师想让你通过上下文的逻辑关系，让你推出 vice versa 的意思。怎么推？同学们听 ，whether all this 是什么什么样，还是什么什么样，表示一种选择。如果你还没听懂，我再把 whether 后面翻译完，你推 all 的后面是什么意思，好不好？前面是政府是应该以技术为代价来增加对纯科学的投入。我再翻译一遍，政府是应该以技术为代价来增加对纯科学的投入，还是听懂了吗？听懂同学已经听懂了，是不是？来，先别听懂，我先举个例子，同学们，咱把女生做好准备，以后再跟你老公结婚，不要问这么傻的问题，很恶心。就是我和你妈都掉到河里头去，一起说，你是以牺牲你妈为代价来救我，还是以牺牲我为代价来救你妈？也就是纯科学和技术只能保一个，前面是政府是以技术为代价来增加对纯科学的投入，还是以纯科学为代价来增加对技术的投入？是不是两个只能保一个？要么以技术为代价，要么以纯科学为代价。啊，我听懂了。所以你考试的时候，所以我就说心态最重要嘛，冷静的思考。老师不会让一道题所有同学都不得分的，就是一种选择关系。好，来给你翻译谓语，经常的取决于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哪个问题？哪一个被看作是 drive 驱车驱动力的问题？对，谁是驱动力，政府就保谁，把另外一个牺牲掉。一起来吧，我把黑板上的所有的笔记都去掉了。1、2、3，看到的是个结构哈。政府是应该以技术为代价来增加对纯科学的投入，还是以纯科学为代价来增加对技术的投入？取决于哪一个被看作是驱动力的问题。取决于哪一个被看作是驱动力的问题。好，没问题吧，大兄弟？没问题，不说了。对，咱们中间有好几道题没讲，你看见没有？这是第9题，6、7、8都没讲，因为有些句子比较简单，我都没有讲了，所以你就自己看，因为咱们不要把书上的例句都讲完。
首先像记流水账一样，其次完全没必要，因为你自己毕竟要自学一部分，说的对吗？我都讲完了，全讲完了，自己看一下好不好？第9题，好，我们来看第9句，同学们，这句话写的是 Furthermore，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It is obvious that， 所以见到 it 点点点 that 句型是什么东西？主语从句，主语从句从 that 开始到哪结束？答到句末结束，所以这全是主语。哇塞，好长呀！谓语是谁 ？is， 表语是谁 ？obvious。所以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主系表结构。刘老师，我们要研究一下主语为什么那么长。好，来研究一下主语为什么那么长。开始了啊 ！The strength of a country's economy is direct。咦，这不是谓语吗？刘老师，同学们，你应该能看出来 ，be bound up with somebody 应该是个固定搭配吧？把 directly 去掉，同学们 ，be bound up with somebody 或 something 应该是个固定搭配，所以这是谓语。所以谓语不是一个单词，谓语是一个动词短语。好，主语是 the strength of a country's economy， 谓语是 be bound up with somebody， 宾语是 the efficiency， 没问题吧？效率。它后面跟一个定语叫做 of its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所以主语从句第一个句子是主谓宾结构。比如你怎么发现是2个句子？这有个 and that 呀，你看。It is obvious that 韩邦得 and that， 所以主语从句是有 and 并列的2个句子共同充当主语。第一个句子是主谓宾结构，第2个句子是来看一下 ，This in turn rests upon，rests upon 显然是主句的谓语动词，是这句话的谓语动词对不对 ？rests upon 谓语动词，主语是 this， 谓语是 rests on， 宾语是 the efforts。The efforts 是个名词，同学们，咱们不是说过很多次吗？后面被跟个 of 显然是个定语 of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es of all kinds， 这一坨东西是个定语在修饰 efforts， 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定语读起来是很舒服的，同学们，你很快就会知道，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定语，定语是让一个句子变长变难最好的方式就是定语，很恶心。来，不读定语了就很简单了，读吧。It is obvious that the strength is directly bound up with the efficiency。And that this rests upon the efforts， 所以是 and 在并列2个主谓宾结构共同充当主语。好，咱们一起来翻译吧。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走了 ，strength 力量、实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strength 力量 of a country's economy， 对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什么有着直接的关系 ？Be bound up with somebody something 和什么什么有关系 ？Directly 有着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什么有着直接关系呢？效率 efficiency。这个单词你见的不多，它的形容词见的很多 efficient。这咱们在词汇版讲过吧？翻译成一飞升他 efficient， 一飞升。别人上课要爬到8楼、9楼、10楼，你上课一飞升都上去了，所以 efficient 效率高的有效率的。所以这单词当名词讲，反正效率和谁的效率？谁的效率？它的农业和工业的效率有着直接的关系。别工业和农业就工农业的效率，是不是更好听？工农业的效率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第一个主语重新翻译成1、2、3，张嘴。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它的工农业的效率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 this 这反过来 in turn 也算个固定搭配，对不对？这反过来 rest upon 就等于 depend on， 依靠依赖，很好记，同学们，你 rest 的休息，在什么上面休息，不就靠着什么东西吗？同学们，依靠依赖。这反过来用依赖努力，依赖谁的努力呢？同学们，来1、2、3，科学家和 technology 人是吧？技术 technology 是的，不要翻成技术专家、技术人员，对不对？这反过来又取决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什么样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呢？后面又跟这个定语，各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好，一起来吧，同学们，1、2、3。这反过来又取决于各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来，咱们一起把这句话完整的翻译完就应该是，好不好？一定要张嘴，同学们，你不张嘴，你觉得听我讲的特别舒服，其实你下了课以后，你依然觉得什么都不会翻译。最后还说刘小儿讲的什么东西啊？还赖俺讲的不好。1、2、3，走的啊。此外，显而易见，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它工农业的效率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这反过来又取决于各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好，家长同学们，这句话其实也不是很难，难就难在主语从句比较长，因为主语从句不是一个从句，是由按的并列的2个从句共同充当主语，主系表结构，2个主语从句都是主谓宾结构。好，咱们给大家讲到了如何识别主语从句，咱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怎么识别呢？只要见到有引导词放在句首，并且从句后没有被逗号隔开，就是主语从句。这种情况下，就是主语从句从句首开始到哪结束，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全都是主语。第二种情况是见到it点点点 that 也是主语从句，主语从句从 that 到句末结束。好，2种情况，把咱们前面讲的所有句子认认真真复习一下，再继续往下听。